G7开会没提到中国，难道这是对华释放的善意吗？而这份善意，咱中国可消受不起。来自美利坚的善意，有时候比毒药更危险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哲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中美之间的互动多了一些。大致算下来，你看，秦刚外长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，中美高层也在维也纳会晤。而之后呢，美国的态度也挺有意思的。一方面呢，对中国强硬的美国的第2号外交官舍曼退休了；另一方面又放出消息说，美国各部门一致同意推迟对中国的制裁措施。当然，最让人诧异的就是这次 G7的财长会居然罕见的没提中国啊！种种迹象表明，美国在对华态度上好像是转变了。而很多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也附带了一个解释，那就是美国在向中国释放善意。对此我是不太赞同的。我们知道，美国这个坏心思有的时候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做不到的。所以，来自美利坚的善意有时候比毒药更危险。你想想看，过去哪次不是这样？不管是对伊朗，还是对朝鲜，还是对中国，美国都是一个路数：先是极限施压，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候释放一些善意，接着就是推翻和更加猛烈的制裁。在气球事件之前，布林肯还非常客气地说想要访华美国财长耶伦也说想要过来，大家都认为这是美国在释放善意呢。结果呢，美国突然以一个气象气球为借口，对中国展开一系列的围追堵截。你说这份善意咱中国可消受不起。所以呢，美国现在释放的所谓善意，不管是重启沟通的呼吁，还是对华鹰派官员的下台，都是一个烟雾弹。我们拨开烟雾，隐藏在背后的才是美国真正的野心。实际上，目前已经有很多迹象表明，美国这一轮的释放善意就是笑里藏刀了。那这把刀的名字叫做经济胁迫。日本媒体报道说，在本月下旬召开的 G7 领导人峰会上7国集团将出台所谓的不许经济威压这样的一个附件文件。而这个所谓的经济威压，按照美国财长耶伦的解释，就是中国对其他国家使用的经济胁迫。你看明白了吧？这个 G7 财长会没提中国是级别不够美国在这儿等着中国呢。而 G7 峰会并不是美国炒作所谓中国经济胁迫话题的唯一平台。据说在 G7 会议之后，美国还将与欧盟展开一场会议，详细商讨如何在经济、贸易等多个领域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。我们不难猜测，美国所谓的联合行动必然会重点攻击中国的半导体领域。而其他行业的中国企业也在劫难逃美国的制裁，相关产品可能会被美国施加更多的关税压力。所以，对于美国释放的这轮善意，我们必须要谨小慎微了，不能轻易接受实际上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对于美国的这个套路我们还是比较清晰的像最近秦刚外长在欧洲3国来回穿梭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反制手段。正所谓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如果中国能够将欧洲作为突破口，那美国打造的包围圈也就不攻自破。总而言之，现在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，绝不能因为美国一点点虚假的善意，我们就放松警惕了。美国为了维系霸权的需要，迟早是会和中国撕破脸摊牌的。善意是虚假的，合作是暂时的，我们必须为未来的摊牌争取更多的筹码，这才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事情。好，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，下期再见。